你以为1光年只是个距离单位？不，它是人类文明的能力边界。1光年 9.46万亿公里，这个数字你肯定听过，但你可能从来没真正感受过它有多大。这么说吧，如果你开一辆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不吃不喝不睡不加油，不停歇地开完1光年需要多长时间？大约9000万年。9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还在树上啃果子呢，那时候连直立行走都还没学会。换句话说，从你侯祖宗开始踩油门，开到现在还没开完1光年的零头。再说个更扎心的，旅行者1号，人类飞得最远的探测器，1977年发射，到2026年，飞了将近50年。50年啊，它飞了多远？大约250亿公里，听着挺远，对吧？但这个距离换算成光年，只有大约 0.0026光年，连1%光年都不到。甚至它要到2026年11月才能刚好飞到距离地球1光天的位置，也就是光走1天的距离。50年才飞了光1天的路的1/23。说真的，这事你细想想就挺崩溃的。人类用了半个世纪，动用了当时最顶尖的技术，借了木星土星的引力弹弓，把一个探测器甩到了太阳系边缘。结果呢，光从太阳走到地球只要8分钟，从地球走到旅行者1号要整整1天。我们飞了50年，光的旅程里只是1天的零头。这就是1光年的第一层恐怖，它大到让人类最杰出的工程变成笑话。再换个角度，让你感受一下，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大约38万公里，阿波罗飞船飞了3天就到了，这是人类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但1光年是地月距离的2500万倍，2500万倍。你想象一下，你从家门口走一步大约 0.7 米，走2500万步是17500公里，差不多能绕地球赤道走将近半圈。1光年之于地月距离，就像绕地球走半圈至于你迈出去的这一步。更绝的是，这还只是1光年。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在 4.2 光年外，也就是说，就算你能以光速飞行，到最近的恒星也要4年多。但你现在连光速的零头都跑不到，但飞得远只是问题之一，飞出去本身就已经够难了。你要离开地球，第一关是地球引力，地球的逃逸速度是每秒 11.2 公里，这意味着你至少要以这个速度甩脱引力才能离开地球，但这只是入场券。你出了地球，还在太阳的引力碗里。太阳的引力有多大？你在地球轨道上要脱离太阳引力，需要每秒 42.1 公里的速度。42公里每秒，这是什么概念？旅行者1号现在的速度才每秒17公里。它之所以能飞这么远，是因为借了木星和土星的引力弹弓，相当于搭了个顺风车才加速到这个程度的。如果没有引力弹弓，靠化学火箭自己硬扛，你连太阳引力碗的边儿都摸不到。但就算你飞出了太阳引力圈，你以为到了太阳系边界，冥王星？不，冥王星只是太阳系后院的栅栏。冥王星距离太阳平均约40个天文单位，40倍的地日距离，听着挺远了吧？但这只是太阳系的门槛，太阳系的真正边界往外还有好几层。首先是日球层顶，
也就是太阳风能吹到的最远距离。太阳风在这里和星际介质撞在一起，形成一道弓形激波。你可以把日球层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气泡，太阳坐在中间，太阳风往外吹，星际介质往里压，两者势均力敌的地方就是气泡的边界。旅行者1号2012年穿越了日球层顶，当时它距离太阳约121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21倍。旅行者2号2018年也从另一个方向穿越了，距离约120个天文单位，但日球层顶的形状不规则，朝向银河系运动方向的那一侧被星际风压扁了，大约在120个天文单位处，而相反方向，也就是太阳风尾巴那一边，可能延伸到350个天文单位。也就是说，太阳系的这个气泡不是一个圆球，更像一颗拖着长尾巴的水滴。然后过了日球层顶，外面还有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太阳系形成时残留的冰晶碎片，包裹在太阳系最外层，呈球状分布，内边缘大约2000个天文单位，外边缘可能延伸到10万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将近1.6光年。10万个天文单位是什么概念？旅行者1号飞了50年，才到160几个天文单位，要飞到奥尔特云内边缘，还需要大约300年。要飞穿奥尔特云，大约需要3万年。3万年，人类文明从最早的洞穴壁画到现在，也不过4、5万年。也就是说，从你今天发射一艘飞船，到它飞出奥尔特云，真正离开太阳系引力范围，需要的时间，跟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差不多长。旅行者1号要飞到奥尔特云内边缘，还得再飞300年。300年前是17世纪，中国还在清朝康熙年间，牛顿刚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如果那时候发射了一艘飞船，到今天才刚摸到奥尔特云的门，而且奥尔特云里的环境也不友好。虽然它大部分是真空，但里面散布着数以万亿计的冰晶碎片，大的有几十公里，小的只有微米级别。你在穿越奥尔特云的时候，虽然不会像在小行星带那样撞到大石头，但那些微米级的冰晶以高速打在飞船表面，日积月累，也是一种磨损。更糟糕的是，奥尔特云里的天体几乎不可见，因为它们太暗了，你根本无法提前探测和规避，你是在一片漆黑中盲开，而且这段路程是绝对的虚无。你可能觉得太空不就是这样吗？空旷很正常，但星际空间的空旷程度超出你的想象。在我们太阳系内部，行星之间虽然也是真空，但好歹还有太阳风粒子在跑，还有太阳光照。到了奥尔特云以外，真正的星际空间，物质密度低到每立方米不到1个氢原子，1立方米里连1个原子都凑不齐。你在地球上能找到的最极端的真空实验室，也比星际空间密几千亿倍。打个比方，你拿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间，在里面找到的物质总量还不如你手指甲上的一粒灰尘重。这就是星际空间的日常。而且这个空间不是冷的，是既冷又热。说它冷，是因为温度只有绝对0度以上几度，接近零下270摄氏度。说它热，是因为里面飘散的少量粒子虽然稀疏，但单个粒子的运动速度
可以高达每秒上百公里。温度这个概念在如此稀薄的物质里已经不太适用了。你伸手出去不会觉得烫，因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粒子来传递热量。你会冻死，但不是因为空间冷，而是因为你自己的热量辐射散失殆尽。有意思的是，这种虚无才是最恐怖的。你想想，一个宇航员坐在飞船里，窗外是永恒的黑暗，没有星星在移动，没有参照物在变化，没有任何声音，因为声音需要介质传播，而星际空间连一个原子都不到，声音根本传不了。你不是在黑暗中飞行，你是在虚无中漂流。飞行1年和飞行100年，窗外的景象没有任何区别。太阳只是一颗越来越暗的亮点，慢慢混入周围的星海，最终变得和你身后无数颗恒星一样毫不起眼。这种孤独，不是你在地球上关掉手机，宅在家里那种孤独，那至少还有空气，有重力，有楼下大妈吵架的声音。星际空间的孤独是存在层面的。你是人类文明的使者，但你的文明在你身后越来越远，远到信号传一次要走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你被包裹在一种无边无际的亘古不变的沉默里。说真的，比起物理上的距离，这种沉默才是星际旅行最残酷的刑罚。好，说完了距离和虚无，我们来聊聊速度。因为不管路多远，只要跑得够快，总能到。问题是，我们跑得够快吗？人类造出来的最快的东西，不是跑车，不是战斗机，是帕克太阳探测器。这玩意儿2018年发射，专门去太阳附近蹭速度。它的策略很聪明，利用金星的引力反复收紧轨道，一次比一次靠近太阳，靠太阳的引力把自己加速到极致。2024年12月24日，帕克探测器在距离太阳表面仅611万公里的地方飞掠，速度达到了每小时69.2万公里，换算一下，大约每秒192公里。每秒192公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造出来的最快的物体。这个速度什么概念？从北京到上海大约1000公里，帕克探测器只需要5秒多一点，绕地球赤道一圈4万公里，它3分钟多一点就能跑完。但是帕克探测器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它是一架绕太阳飞的探测器，速度最快的时候就是在最靠近太阳的那一点，叫做近日点。离太阳越远，速度越慢，所以这个192公里每秒是它的瞬时最高速度，不是能一直保持的巡航速度。你没办法让它保持这个速度往比邻星飞，因为它之所以这么快，完全是太阳引力把它拽出来的。离开了太阳，它也就慢下来了。这就像你从楼顶扔一个球，球在落地前最快，但你不能让球一直保持那个速度往前飞。但就算我们假设它能保持这个速度，飞越1光年需要多长时间？大约1560年。1560年，公元865年那会儿，中国是唐朝，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里打滚。如果那时候有人发射了一艘帕克探测器，到今天1100多年过去了，还没飞完1光年的2/3。再说说速度对比，你有没有想过，人类文明的交通工具速度进步有多快？从走路到马车用了几千年，从马车到火车用了几百年，从火车到飞机用了100年，
从飞机到帕克探测器用了60年，但帕克探测器的速度比起飞机跳了将近700倍。下一个跳700倍是什么概念？从帕克的192公里每秒跳到光速，但目前看来，这个跳跃恐怕不是几十年能完成的。更冷峻的事实是，帕克探测器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它在往太阳的方向冲，引力在帮它加速。如果让它往外飞，离开太阳系，它根本达不到这个速度。实际上，新视野号探测器飞往冥王星时的速度只有大约每秒16公里，和旅行者1号差不多。也就是说，人类往外飞的速度从1977年到现在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我们在太阳系内部可以跑得很快，但往外飞的速度50年了，基本停在原地踏步。你把这2个速度放在一起看就明白了。旅行者1号17公里每秒，帕克192公里每秒，速度差了11倍多。但飞越1光年的时间，一个是5000年，一个是1560年，差了不到4倍。为什么？因为速度和时间是反比关系，速度增加10倍，时间缩短到1/10，但1/10的17000年还是1700年，还是太长了。你要把飞行时间缩短到一个人的寿命以内，比如50年，你需要多快？每秒6000公里，光速的2%。目前人类最快的探测器连这个速度的零头都不到。然后是突破星际计划。2016年，霍金和俄罗斯富豪米尔纳搞了个大新闻，说要发射邮票大小的微型探测器，用地面激光阵列推动光帆，加速到光速的20%，也就是每秒6万公里。如果真能做到，飞越1光年只需要5年，听起来终于有点希望了，对吧？但别高兴太早，突破星际计划从提出到现在快10年了，进展呢？光帆技术确实有突破。2025年，布朗大学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合作，造出了直径60毫米、厚度仅200纳米的圆形光帆。加州理工也测出了激光对光帆的微弱推力。但项目本身呢？突破倡议的执行主任皮特沃登说了实话，这个计划看起来可行，但非常昂贵，可能本世纪末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已经实质性放缓了。而且，就算突破星际成功了，它也只能送1克重的东西，1克，1枚邮票，上面搭一个微型芯片，带个微型摄像头，就这么大点东西。你想想，把一个人送上星际旅途需要什么？生命维持系统、辐射防护、食物、水、空气循环、心理娱乐设施，再加上飞船结构本身。一个最简单的载人飞船，少说也得几十吨。几十吨和1克之间的差距，不是几个数量级的问题，是从蚂蚁到蓝鲸的差距。而且邮票探测器就算到了比邻星，它怎么把数据传回来？1克重的芯片上能装多大功率的发射器？信号从比邻星传回地球，途中衰减到几乎为0。你得在地球这边建一个望远镜阵列，专门去听这个文字教一样的信号。突破星际计划确实考虑了这个问题，但解决方案依然是理论层面的。激光推1克的东西可以推几十吨，你知道需要多大功率的激光吗？用现有技术，地球上所有发电站加在一起，也不够给一艘载人飞船用激光加速到20%光速。
这不是工程问题，这是能量级别的鸿沟。所以速度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死结，能跑快的太小，能载人的太慢，邮票能跑光速的20%，但它什么都干不了。载人飞船能让人活下来，但它只能跑每秒几十公里，中间的鸿沟目前看不到任何桥梁。就算我们奇迹般地解决了速度问题，载人星际旅行还有4面高墙等着你，不是4堵普通的墙，是4堵让你怀疑人生的墙。第1堵墙，质量与能量悖论。这时说穿了很简单，但越想越绝望。其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告诉你，火箭的速度增量等于排气速度乘以质量比的自然对数。质量比就是起飞质量和燃料烧完后质量的比值。你想跑得快，要么提高排气速度，要么多带燃料。但多带燃料本身就会增加飞船质量，你需要更多的燃料来推动这些燃料，于是你需要更多的燃料来推动这些更多的燃料。这是个指数增长的噩梦。化学燃料的排气速度大约4到5公里每秒，已经是极限了。氢氧发动机的比冲大约450秒，换算成排气速度大约 4.4 公里每秒，这已经是化学燃料的天花板。你要把一艘载人飞船加速到光速的1%，也就是每秒3000公里，需要的燃料质量大约是飞船本身的260倍，加速到光速的1/10呢，质量比变成26000倍。也就是说，你要送1吨的飞船到光速1/10，需要26000吨燃料。这还是理想情况，不考虑空气阻力，不考虑引力损耗，不考虑你到了目的地还得减速。如果减速也需要同样的能量，那燃料还得翻1倍。有人说了，那用离子推进器呢？离子推进器的比冲确实高得多，排气速度可以达到30公里每秒，甚至更高。但离子推进器的推力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一台典型的离子发动机推力大约几百毫牛顿，也就是一张纸压在你手上的力。你要推几十吨的载人飞船加速到光速的1%，需要连续运转几百年。那核聚变呢？理论上，核聚变发动机的排气速度可以达到光速的几%，这是目前最靠谱的星际推进方案。但可控核聚变自己都还没搞定，地面上的托卡马克装置搞了60-70年，还没实现净能量输出。你指望把它小型化放到飞船上，而且就算搞定了，核聚变燃料也有质量，你带多少万和穿上去，依然是火箭方程的诅咒。唯一能从根本上绕过火箭方程的是反物质发动机。正反物质湮灭释放的能量是化学燃料的100亿倍，是核聚变的300倍，几克反物质就够了。但问题是，目前全球每年只能制造出几纳克的反物质，成本是每克约62.5万亿美元。你要带上几克反物质去星际旅行，光燃料费就是天文数字。而且反物质怎么储存？它一旦碰到任何正物质就会湮灭，你得用磁场悬浮在真空中，任何一个微小故障都是船毁人亡。所以第1堵墙的本质是，宇宙的物理定律告诉我们，要把质量加速到接近光速，需要的能量大到一个文明都难以负担。这不是技术问题，是物理法则。第2堵墙，致命的宇宙辐射。
在地球上，你被大气层和磁场保护着，每年受到的宇宙辐射剂量大约是2到3毫西弗。在国际空间站上，因为没有大气层保护，宇航员半年的辐射剂量大约是100毫西弗，这已经是地面工作人员年度限值的5倍。但除了地球磁场，事情就更糟了。去火星的路上单程大约7个月，宇航员接受的辐射剂量大约300毫西弗，这还没算太阳耀斑爆发时的突发辐射。一次大的太阳粒子事件，几个小时之内就能给你几百毫西弗，直接到致癌剂量。星际空间更恐怖，银河宇宙射线是来自银河各处的高能粒子，主要是质子，占 84.3%， 阿尔法粒子占 14.4%， 还有 1.3% 是铁、硅、氧这些重离子。重离子虽然少，但杀伤力极大，它们以接近光速飞行，穿透力极强，可以直接打断脱氧核糖核酸的双链，不是突变的问题，是细胞直接报废。你在星际空间飞几年，累积的辐射剂量足以让致癌风险翻几番。飞到比邻星需要几千年，那就是几千年不间断的宇宙射线轰击。你的脱氧核糖核酸不是被切断一次，是被切几百万次，修复机制再强也扛不住这种程度的轰炸。怎么防？被动屏蔽就是加厚飞船外壳，用铅、水、聚乙烯这些材料挡辐射。但问题是，你每增加1厘米的屏蔽层，飞船就重几吨，发射成本指数上升。而且高能宇宙射线打在屏蔽层上，还会产生次级辐射，有时候比原来的还厉害。主动屏蔽呢，用超导线圈产生强磁场，像地球磁场一样偏转带电粒子。听起来很美，但产生足够强的磁场需要巨大的电力，而且1967年就有报告指出，静电屏蔽需要6000万伏特的电力。6000万伏特，你飞船上哪儿来这么大的能量？还有一种思路是人工冬眠。德国海姆霍兹重离子研究中心2022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人工休眠状态下，生物体对辐射的抵抗力显著提高。因为休眠时细胞代谢减慢，脱氧核糖核酸修复机制反而更高效。但这项技术目前只在老鼠身上做过实验，距离人类应用还差108000里。欧洲航天局也在研究人工冬眠技术，但他们的目标是在火星任务中使用，时间跨度只有几个月，而且是短时间休眠加短时间唤醒的循环模式。要在星际旅行中连续休眠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目前的生物学完全不支持。你的肌肉会萎缩，骨骼会疏松，大脑在长期缺乏刺激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不可逆的萎缩。你醒来的时候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更不用说执行任务了。而且冬眠期间，你的体温要降到多少度，心跳降到每分钟几次，这些参数在人类身上从来没有测试过。熊冬眠6个月醒来就能跑能跳，但人类不是熊，我们没有几百万年的冬眠进化基础。说真的，这堵墙比质量能量悖论更让人绝望。因为质量能量好歹还有理论方案，反物质、核聚变都是物理上可行的，但辐射防护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方案是既能有效屏蔽又不让飞船重蹈飞不动的。你被夹在2个不可能之间，不加屏蔽会死，加了屏蔽飞不动。第3堵墙，
星际尘埃的杀伤力。你可能觉得太空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东西能撞你，在正常速度下确实如此，但速度一快，情况就完全变了。动能公式很简单，1/2乘以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关键是速度的平方。速度增加到10倍，动能增加到100倍，增加到100倍，动能增加到10000倍。以光速20%飞行，也就是每秒6万公里。假设你撞上一粒星际尘埃，质量只有10微克，10万分之1克，这么小的东西你在地球上根本看不见，但在这个速度下，它的动能是多少？大约18000焦耳，这相当于一辆1吨重的车以每小时120公里撞墙的动能。一个你看不见的灰尘打在你的飞船上，效果等同于一场车祸。如果是更大的颗粒呢？1毫克的尘埃大约一粒沙子大小，在光速20%下，动能是180万焦耳，相当于430克炸药爆炸。一粒沙子430克炸药，你的飞船再硬，被这种东西连续打几下也得千疮百孔。更可怕的是，星际尘埃的分布不均匀，有些区域可能比较干净，有些区域可能密集得多。你飞1光年的路程，中间会遇到多少颗这样的尘埃？没人知道，因为我们对星际尘埃的分布了解还很有限。但哪怕只遇到1颗1毫克的，在20%光速下，后果就是爆炸级别的撞击。帕克太阳探测器在太阳系内部已经遭遇过类似的问题，它以每秒100多公里的速度穿过太阳附近的尘埃带，每颗撞击产生的能量虽然不大，但累计效应已经导致探测器表面出现了大量微小坑洞。美国航天局的工程师发现，超高速尘埃撞击会产生等离子体爆炸和碎片云，这些刺激效应会干扰航天器的电子系统。注意，帕克的速度才每秒100多公里，我们说的是每秒6万公里，差了几百倍，动能差了几万倍。帕克被微尘撞出的小坑，放在星际速度下，就是被子弹打穿的弹孔。防护方案，有人提议在飞船前方放一层很薄的防护盾，叫做激波屏蔽，让尘埃在撞击前先被激波气化，但这在工程上几乎没验证过。也有人提议用磁场偏转带电尘埃，但中性尘埃不受磁场影响，这堵墙目前没有靠谱的解法。第4堵墙，无休止的单向失联。光速是宇宙的限速，信息传播不能超过光速。你在地球上打个电话，信号以光速走，绕地球一圈不到 0.13秒，你觉得很及时，但1光年的距离意味着什么？你发一条消息，1年后对方才收到，对方回一条，又是1年后你才收到，一来一回2年。这还不算最糟的，如果你飞到了比邻星 4.2 光年外，一来一回就是8年多。你出发时跟地球说了一句我到了，8年后地球才收到这句确认。如果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你问地球怎么办？等了8年才收到回复，你早就凉了，或者问题自己解决了。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信息延迟意味着你看到的地球永远是过去的。当你到达比邻星时，你收到的地球信号是4年多以前发出的。你在飞船上看到地球传来的新闻、家人的语音、同事的指令，全都滞后了4年。
你回复一条消息，地球又要4年才收到，你实际上在和4年前的地球对话，而地球收到的也是4年前的你。你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是时间本身。这意味着星际飞船上的宇航员在实质上是完全自治的，地球帮不了你，不能远程修飞船，不能给你做手术，不能帮你做决策。你带的工具、知识和人手就是你全部的家当。电影里那种地球指挥中心实时操控飞船的场景，在星际尺度下是纯粹的幻想。而且失联不只是通讯问题，更是心理问题。你是地球上派出去的人，但地球在你身后越来越远，远到你发出的消息要几年才能到家，远到你收到的回复说的是几年前的事。你逐渐和人类文明脱节，变成一个漂浮在虚空中的孤岛。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认识的所有人，在你到达目的地的这几百年里，早就化为尘土。你不是一个迟到的人，你是一个被时间抛弃的人。除了4面物理高墙，还有一面更隐秘的墙，它不伤害你的身体，但会摧毁你的心智，那就是感官剥夺。在地球上，你知道自己在动，因为你看到了风景在变。你坐高铁看到窗外的树在往后飞，你坐飞机看到云在往后退。但太空中没有参照物，没有路标，没有地标，没有任何东西在身边经过。星际空间空到什么程度？你飞了几个星期，窗外最近的恒星看起来和出发时一模一样。它确实在变近，但变化量小到你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更要命的是，在匀速飞行时，你的身体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在动，这跟在飞机上一样。飞机关上窗，你完全感觉不到在飞。但飞机好歹还有引擎的震动、气流的颠簸、起降的加速减速。星际飞船呢？没有空气就没有气流颠簸。引擎如果是离子推进器，推力小到你根本感觉不到加速度。你就像悬浮在一个绝对静止的黑箱子里，不知道自己在飞，不知道自己动了没，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星空也在欺骗你，你以为飞了1光年，星座总该变了吧？并没有。1光年在银河系尺度下实在太近了，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在 4.2 光年外，你飞1光年才走了到比邻星的1/4路程。从地球上看比邻星，它是一颗10等星，肉眼根本看不见。你飞了1光年之后再看比邻星，它的亮度大约增加了1点几倍，从10等变成9等左右，还是看不见。而太阳呢？出发时，太阳是天空中最亮的星，飞了1光年后，太阳的亮度降到大约0等星的水平，和天狼星差不多亮。再飞远，它会慢慢暗下去，最终混入银河系的星海里，变成一颗毫不起眼的暗星。你曾经的世界，你所有的记忆，你文明的全部痕迹，都浓缩在那颗越来越暗的光点里。直到有一天，你回头望去，已经分不清哪颗是太阳了。那不是思乡，那是存在感的丧失。你的来处消失了，你的去处还远在天边。你被悬在2个虚无之间，唯一真实的就是飞船里这几百立方米的金属盒子。有人可能会说，那带上虚拟现实呢？带上电影、音乐、游戏，给自己营造一个模拟世界来对抗孤独。理论上可以，但问题是，你越沉浸于虚拟世界，你就越和现实脱节。
你在飞船里戴着头显，假装自己还在地球上的海滩上晒太阳，但摘下头显，你面对的还是永恒的黑暗。这种落差不是治愈，是撕裂。而且你的虚拟世界里的内容是出发前装载的，你永远看不到新的东西，没有新电影，没有新歌，没有任何你出发后地球上发生的事。你的精神世界从出发那天起就被冻结了，就像一块琥珀，保存得很完好，但已经没有生命力了。说到底，亿光年的残酷不在于它远，而在于它让人类所有的技术、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勇气都变成了无用功。旅行者1号飞了50年，走了 0.0026 光年，它可探测器飞出人类最快的速度，飞越亿光年也要1500多年。突破星际计划的微型探测器理论上5年能飞完，但那只是1克重的邮票，载人版本需要的能量，地球上所有发电站加起来都不够，我们连亿光年都跨越不了。而比邻星在 4.2 光年外，哪怕我们奇迹般的把旅行者1号的速度提高100倍，飞到比邻星还要170年。170年够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而他的一生都在一艘飞船里度过，窗外的风景一成不变。有意思的是，银河系的直径超过10万光年，10万光年里1光年连一滴水都算不上，而可观测宇宙的直径是930亿光年。930亿光年里1光年就是一个原子之于太平洋。但你别因此觉得人类渺小到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我认为正因为我们被1光年困住，我们才更应该珍惜脚下这颗蓝色星球。它是我们在整个宇宙中唯一能呼吸的地方。地球给了我们空气、水、磁场、大气层，这些在星际空间里都是奢侈品。我们花了几十年才飞出1光天的距离，但我们在地球上只需要几秒钟就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条河流、一个物种。跨越1光年确实很难，难道可能永远做不到？但保护地球不需要跨越1光年，只需要你现在就开始行动。毕竟在宇宙的尺度下，地球不是之一，而是唯一。晚安。